大碗，然后呢又到这个地方寻到了咒诅，他没有完成任务，又原路返回到了长安。这个呢是我们张骞他第一次出使西域。酒泉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交通的一个枢纽。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这道咱嘉禾为咱设引丝绸之路。那我们丝绸之路呢，分这两车来，咱今麦来到了天下第一关哈。嘉峪关意思是指这个美好的山谷，建设在明朝洪武5年。嘉峪关是明朝的时阵的万里长城哈，咱对万里长城都会想到这个秦始皇哈。那其实嘉峪关是明代的万里长城哦，并不是秦朝时期的秦始皇时代所建的哦。它在甘肃省戈壁滩上的嘉峪关的这个西南边呢，坐落在这个好连山脉啊，跟文殊山与合力山黑山间峡谷地带的嘉峪，而得名哦。那这个地方的地形呢，当然也就拥有它最漂亮、雄盖树叶自然景观哦。丝绸之路中国大陆呢，你只要到了西部地区哈，你看到的几乎拢是这个真水的景色和自然的这个风景哈。那嘉峪关艺术是讲美好的山谷，到今仔呢一定有600几年的时间啦。当时呢，明朝呢，这个大将军呢冯胜看中了这个嘉峪山啊西北路的这一个险要地势，当时看了这个险要地势了呢，他就开始呢筑上这一个城墙设关。经过100几年的这个扩设，才变成今天现在的这个规模。远隔万里的山海关呢，两关遥遥相呼应啊。那这个河西走廊，当这个好连山跟这个北山之间，我们常常在中国的历史上都会听的河西走廊，包括这个我们可能在念书的时候也常会听到这个河西走廊哦。那在这个上面呢，河西走廊、好连山、北山的冲积平原上面又有一条古道，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一趟所来到、所走的这一个叫做丝绸之路哦。那西有往安西，当时古时候长安跟西域联系的，这一个枢纽哦。那这条路呢，其实无介好行哈，咱起码。旅游团体来到这轻轻松松哦 ，bus 的塞到家来哈，但是这条路线他们以前呢很难走的哦。那也因为这样子，嘉峪关呢建在这个好连、嘉峪两山之间呢，占尽这个天险地要，所以他们家的建设的时阵呢，一台建料作用的呀，所以他们家可谓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所以以足够一来，就被称为天下雄关啊，边陲的要矢啊。是抵挡河西走廊的第一个要塞哈。历代的王朝呢，边界的设防的重地呢，变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哈。所以在近来关于这个天下第一雄关的这个描写呢，其实有一部电影呢，叫做什么雄狮啊成龙那一款哦，那部片子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大概去描写的这一个嘉峪关，它这个地方当时的险要地形，还有当时兵家必争之地的那一种氛围，在这边都可以看得到。西域各个国家对中原的时候都会进犯特别是明朝东部的吐鲁番呢，日渐的强大，常引兵入侵河西走廊各个地方，而嘉峪山当时山口呢，就是所有这个各种族之间必经之地啊。讲较白就是以前中国无像今麦遐大哦，以前附近有真侪番邦人就是安尼个。以前那不是属于家己的民族的，叫人番邦包括这附近的吐鲁番呐包括附近的一些少数民族啦，这一些通常他们都是呢
把这个大家交界的地方呢，都会变成了很容易争地盘啊、抢地盘了。所以在这个嘉峪关呢，就变成兵家必争之地。我改林公，我有一部片子哈，这个是很值得一看的哈，因为他在描写的就是边疆地带的要塞哈，然后所有的这个少数民族哈，各个关口哈，像以前什么吐鲁番国杀回无为不会哈，什么挖哥专不弄挖来这样，就为了争夺兵家必争之地。你看，在当时的时代，所以设了天下雄关啊，嘉峪关。你觉得现在有改变吗？其实现在已经科技进步了哈，但是现在的金麦海狼，现在的世界各国一样啊，争抢地盘啊，宗教因素钉钉哈。现在在模拟之前的那个样子啊。嘉峪关是长城最大的一个关口哈，由内城、外城、城壕3道防线所组成。一层一层的重叠上来形成这个5里一个隧道，10里一个桥墩，30里一个城堡一个碉堡100里一个城的军事防御体系。那它整个周长呢733米，基本上以来峡为主啦，以来峡为主所以呢，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嘉峪关呢，可以说是它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城哈。城的周遭733米以内城为主，周长640米关差不多高密到10米左右那总共有4个门东西，然后还有什么其他的门那它这个城楼呢是也依照当时的建设方式呢，盖上了3层3档5间室的这个附近这个格式，周围有这个走廊周围有走廊。那这个外城正大门上面呢写着嘉峪关3个字，所以我们现在嘉禾站上嘉峪关口遥望着远方，你就可以去想象当时在这一个边疆地带，外敌如何来侵犯呢？尤其是在这种大漠地方这种辽阔的地方，咱远去看的所在拢20-30公里远啊。所以以前你看呢，外宾来犯的时候，你看多远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得到。那这个也就可以感觉到塞外风光的风情啊！你来到嘉峪关也是感受的嘉峪关树立在这个西部荒漠不远处呢，好连山的雪峰，你嘛是也是看得到看了这个宏伟万里长城的一段就在这个戈壁滩上蜿蜒曲折那这叫岭小港你会使徛在这顶悬静静的静静的就徛在遐，安尼遥想感受一下。那清代林则徐呢，因为获罪曾经被贬到这个新疆他当时经过了这一个嘉峪关感叹之语呢，写下呢这个言关百尺界天溪，万里征人驻马蹄，飞阁遥连秦树枝这一首诗词。所以我们现在来到了天下雄关呢，还可以看得到当时这一个林则徐被贬到新疆发放边疆所写下道尽的这一个只看见回看只见一碗米丁，这个诗句就非常的你说小王怎么这么厉害饱读诗书？没有其实是我们的那个嘎哈他有拍到我有把它背了一下只是呢这一段片因为拍自然没什么所以他并没有特别，我们后置剪接人员呢并没有特别把它摆上来所以我刚好看了他所拍的这一段呢，所描写的这一段，你看以前的人建筑工坊多么的高超那当然呢这里呢也流传的这个野史这个野史也代表说呢，当时嘉峪雄关呢有遇到这个从地中海罗马战败的战士来到了嘉峪关那因为当时他战败了来到嘉峪关的时候呢，哇怎么办？也没有办法所以当时跟中国的这个军队合作他把那个罗马的造墙技术呢造墙技术就把它盖在这个嘉峪关这个叫野史野史就代表不一定是真的，所以也让这个嘉峪关呢添上了很多的这种非常神秘的色彩来到这边，我们来感受一下。
嘉峪关长城博物馆。这个被称为天下第一雄关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长城博物馆哦，这里有中国第一个全面系统展现出来的长城文化专题博物馆了。嘉峪关流传了一个歌颂古代工匠的传说，他的说法呢，就是明朝在修建嘉峪关的时候呢，主管官员给工程主持人所出的难题啊，东西一要求预算用材必须准确无误啊，就是你要起这个物件呢，你所有物件都不能错的哈。结果在工程快完工的时候呢，所有所备的这个砖瓦木色呢，大好，全部都用了，看他存带这个层砖呐啊，就带整啊了哈，称为最后一砖。这个整案呢，到今嘛仍然呢放在会稽门西用城门的这个门台担上啊，艺术是啥啊？以前要求哈，一砖一瓦呢都要用到好，而且精安的修涵哦，够可怜哈，所以这个流传的一个工匠的传说就是这样来的哈。哇，如果这个工程呢能够两个准的哈，就嘛这猛这刚顶个在哈，他会知道这叫传说。但是哪一个地方不是因为有传说而美丽呢？一个有传说的故事，一个有传说的城市，一个有传说的旅游景点是非常美丽的。这个地方来到之后到晚，然后呢又到这个地方寻到了肉桂，他没有完成任务，又原路返回到了长安。这个呢是我们张骞他第一次出使西域的。那至于说我们看到这么多密密麻麻的，是因为交通不便或者是道路上的一些变化，导致了我们这个道路多样性、多变性啊。那我们的丝绸之路呢，最远呢到达了我们的欧洲这个君士坦丁堡，现在的伊斯坦布尔啊，土耳其。然后呢，还能到了埃及、开罗啊，就是非洲这一方啊，所以说它的战线很长。一个就是秦代的长城了，它的走向主体呢是从西南往东北走向的，组合的就是西北的少数游牧民族和中原的农耕民族的交流。那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是汉代长城，汉代的长城它有一部分呢连接
接了明代的这个秦始皇时期的长城。那么还有一部分呢，由这个汉武帝呢亲自修建。我们在这里呢看这个疆域呢扩展到了这个位置，也就是当时呢漠北这个位置，汉王朝的疆域也是非常大的。同时，这个地方向西延伸到了新疆的罗布泊。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是明长城东起丹东鸭绿江，这西边呢到达嘉峪关。我们现在继续在里面呢看这个美丽伟大的工程建设，包含这个长城里面的这个导览哦，来带个你讲灯下东西安怎起起来啊？它有什么土地？没有的，它只是说在这个地方有充足的水源，可以供当时的士兵来去停留休息，供马匹呢在这个地方呢进行补给。那咱们这个酒泉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交通的一个枢纽啊，它的市中心呢有。
酒泉公园呢，这一个地方呢，因为园中有这个酒庄酒泉而得名了。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当然了，它变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公园了由咱们游客来这参观川水当中泉中有金嘛所以呢，佮改叫做金泉所以我头前一直强调这个所在有川水变了真美丽真古水真可爱这个所在呢嘛，吸引真侪人要来看这个川水酒泉嘛是这个金唔知是当时有人捡入来，还是真正有金这个汉武帝时期骠骑这个将军霍去病西征匈奴大获全胜于此汉武帝呢，当时赏赐这个酒赐给他霍去病呢，当时以功在全军人多酒不够你看他想我啉俩当然当时的这个皇帝有可能讲赏给全队一般都是赏给将军有功者那霍去病认为呢，他功不在此他功是全队的人的功劳，所以当时呢，他就把这个酒呢倒在这个泉中叫所有的将士们我把这个酒倒在这个泉水当中，安尼大家都能啉的酒所以就现在我们眼前看到这个酒泉就是安尼来把酒倒里面呢，然后呢叫大家呢一饮而尽所以呢这个酒泉的名称就这样子而来今天这个酒泉呢园林式的建筑呢是经过翻修的够较新无够可能2000几当早嘛不知毁坏去对所以呢，进来带呢还有清代的西汉酒泉跟汉酒泉的古都呢石碑就在这里面那还有各界历代的这个官人官员他们家题字立碑的都有。但是上面呢还可以看得到以前这个以前的鼓楼四门通向东西南北你看以前呢通向东西南北，这在我们台湾小岛很难想象的你看光一整个东西南北以探到的呢西边到哈密哈密瓜的产地然后东边通往这个好莲还有通往这个沙漠巴丹吉林沙漠所以在这上面呢，你可以看得到它这附近还有这个以前它这个地方的辽阔那这个泉呢，这个酒泉的泉眼泉水的中当天的时阵被结冰热天的时阵真凉真适合饮用日出水量呢是这个有3万立方米还慢慢来捞里边来底到当天的时阵呢其实呢泉水呢会流到上边这个小湖小湖就会结冰小湖就会结冰，所以这个思路呢它是有时间性来不是讲随时要来就来所以你当这个思路所有关口所有所在你都会看到兵穿着这个古代战士的兵袍啦还有包括以前的阵车啦霍去病你看看这个雕像啦可以看得到几乎都是在描写以前边疆地带战事来临的这种整个氛围所以来到这个地方你所看到最多的我当下也不太了解为什么怎么总是有那么多的这一种好像战士一样的是想是发生过什么代志，不是边疆地带就是这样，现在还是一样啦现在嘛是小港现在现在你要看嘛所有国家跟国家之间的边界嘛是都小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边界呢也都是战事连连从来没有停止过那所以我常在节目当中讲，当我们在了解一个国家以前的历史，这个所在以前的历史你大家去想这个历史呢到改变，其实呢，你也是发觉了历史无什么改变2000年、3000年、4000年、5000年到今仔小港无什么改变所以这人的本性人的性人的性格就是如此有啦，人比较巧以前是这个正家今嘛以前是正马啦今嘛变正家以前呢叫蜀兵今嘛无讲今嘛空降部队只是这个武器先进了当然了这个变成了也更狠了那所以这一个是非常特别的这个酒泉公园虽然它现在是一个复合式的公园
但是说实话啊，来到这个丝路之行呢，来去看一看啊，来去了解一下呢，其实呢，还是可以带给大家很多的历史故事啊，在这里面一样哈，还是可以带给大家的。丹霞山地质公园哦。丹霞山是什么这个也许对我们的台湾的这个很多的人对于这个丹霞山这几个字的定义呢，不一定怎样哦。那其实丹霞山呢，基本上看到这个丹这个霞就可以知道，
它这个就是由红色陆沙砂砾岩啊构成的这种赤壁单崖为特色的一种地貌，的有点朱红色啦，这种咱就拢叫做丹霞地貌。即马丹霞地貌呢，在中国不止这个所在有尔哦，中国的丹霞地貌呢，佮包括更当嘛有这个丹霞山哦，丹霞地貌。那这种丹霞山呢，主要呢它都是峰林式结构呢，有这个石峰，而且呢它这个里面的这个颜色石头的颜色都是这个红色的朱红色的，所以又把它称之为丹霞也可以叫它红石公园哦。那在这个地貌呢，都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呢，6、7千万年前的一定形成的这种自然的地形地貌。所以讲呢，来丝路要看就是咱这抓的丝路袂歹哦，翕了袂歹哦，而且呢，这抓的丝路呢，安尼规个行起来，这个景色呢，质量嘛袂歹哦，所以这个大家无行过丝绸之路爱来讲大家基本拢知影北疆北疆每一档拢真侪人这丝绸之路呢，大家爱来行咧，看咧了解一下中国历史以前这个边疆地带的故事你来到这你就会使马上体验到。这对市中心抬过来到丹霞地质公园这个所在，大概要点外钟这所谓地形真正我袂晓讲呢，我感觉即马中国的沿海地带江南桂林等等好像几乎大家都来过了但是呢，在西北的这些地方，像青康藏高原或者是丝绸之路或者是中国东北的地方鸭绿江畔等等是比较少人去过的，所以这些地方呢，还是具有比较特别特殊的色彩，而且这些地方呢，也是真正看一些风景的地方山西啦、等等这东西看这个加特殊景色的所在那来到这咱在这个景区内底观光车跳开来顶悬就会使当这内底呢，真侪所在拢爱行，但这内底的日头真大这个日头照的这个山呢，这个山赤红色的颜色呢，更加的明显